一般人别来。终于爬到了，耶！不想说话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开车开了有4个小时吧，终于来到了我们瓦纳卡的住宿了。我们今天住的呢，算是一个小木屋吧。然后现在就给大家去开箱一下。那前面这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住的房间了。当当，就在这边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这间房还是不错的。这间房是我们这一次整一个新西兰行程中最贵的一间房了，它是1晚上2000多人民币吧。就不知道为什么瓦纳卡的住宿比皇后镇的还难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12月31号的关系吧。反正我们当时看的时候，瓦纳卡的住宿基本上全都订完了，基本上可能就剩下这个了。但是确实它贵有贵的道理，我觉得各种设施都还蛮不错的，而且是一个独栋的小木屋。我觉得这房子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厕所的这个换气扇太吵了，真的有点噪音的程度的这种吵。然后它的地理位置的话，它不在城镇的中心，离这个城镇的中心开车大概10分钟左右吧。反正我觉得对于自驾的人来说的话，问题是不大的。OK， 那我们休息完之后呢，现在就准备去觅食啦。今天是跨年夜，希望能吃得好一点，看看能找到一家什么样的餐馆吧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来吃我们今天的跨年晚餐啊。先找了一家餐厅，就是在我们住宿开车一出来就是的地方。然后这家店在谷歌上也是蛮人气的，评分蛮高的，好像有4.7分吧。这先生他点了一个牛排，然后我点的是一个烤三文鱼。这个牛排还是挺不错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于我觉得这种还行，它也还不错，但是没有特别惊艳的感觉吧。我觉得这先生说这个三文鱼有点太嫩了，但我觉得还行。我们还点了一个烤花菜，它本身我觉得是味道不重的，靠它下面这个酱来提味。整体上来说，这家店味道还不错，而且我们今天来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排队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是2025年的第1天，我们今天来徒步登山，瓦纳卡的叫做 Royce Peak 的一个徒步路线。我们才刚刚开始，我已经气喘吁吁了。妈呀，怎么这么险的坡呀？不行，刚开始，不行，连1分钟都没有呢，要走。就1分钟都没有，我已经开始叫了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，我们的目标是下午4点能够回来，现在就是来挑战一下。现在我们上的这个路啊，全都是大斜坡，它没有台阶。跨过它。跨过它，你就到2025年了。累不累？累，一般人别来。发一下感想，表表。感想就是什么，平常不运动的人也可以爬呀，这都是骗人的。我要是不是为了山顶上那个风景，还有去那儿拍几张照片，我不会来这里。真的。你看这风景多好啊！风景是好的，但是太难了。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龟速在爬，就是别人可能走2、3步，我才走1步的那种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呢是9点半左右，我们已经爬了1个小时了。你看我这个身上的穿着也不一样了，因为热起来了，所以我又把外套和毛衣都给脱了。我觉得还是很累的，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，但是风景是还不错的，估计还得再爬2个多小时，最起码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后面的一些风景。后面这个就是瓦纳卡湖。OK， 那就继续上路了。你看前面，Z先生已经走了那么远了，我还在这儿。好累，走不动了。好，那现在呢是10点半啊，我们已经爬了2个小时了。我们这个高度其实也已经到一个蛮高的地方了，大概
再爬1个小时左右吧，应该就能到观景点。中间有那么一小部分的路是相对比较平的，那些路走起来就还蛮舒服，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较陡的斜坡，尤其是我们刚开始爬的那一段，一上来它也不给你一个缓冲的机会，那一段我觉得是最艰难的一段。然后你看我今天的穿着，鞋子还有这个裤子，可以说就是为了这次徒步专门买的吧。加油，打起精神，快要到了。OK， 现在呢又走了1个小时，现在是11点半，还没有到顶，估计还有半小时左右的路程吧。你看我现在把外套又给重新穿上了，到上面以后天有点阴下来，风吹过来会有一点觉得凉凉的。唉，真的是已经走不动了，我都觉得我是在凭意志力在那边走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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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才从上面下来的人里面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对着我说 You can do it 啊！我想说天哪，要一个小孩来鼓励我，真的是有点情何以堪呢。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见，就是下面那边远处是我们下面来的时候的那个停车场，现在已经那么远了。看远处这个有好多人在那儿，应该就是那个 lookout 是我们的算是终点吧，还有一点点路了。对，加油爬 ！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呢是11点54分，我们现在呢终于到了这个 lookout 的地方。你看后面就是那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打卡点，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你看后面就是瓦纳卡湖，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。天哪，我们爬了3个半小时，终于爬到了，耶！Royce Peak 是新西兰南岛最有名的观景徒步之一。它之所以这么出名，就是因为这条山脊线。从这里看下去，瓦纳卡湖像一整块蓝宝石，远处还叠着一层一层的雪山，真的像开了超广角的风景画。我当时就是刷到这个 Lookout 的经典机位的照片被惊艳到，觉得一定要来。当然，也是在这里拍到了人生照片。屏幕前的你会为了这个机位来爬吗？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里或者评论区告诉我哦。OK， 那现在呢是快2点吧，我们在这个上面拍照加上休息，花了2个小时，还特意把长焦的镜头给飞过来，在这边谢谢季先生飞了一路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准备下山了，我希望2个小时能下去。我觉得上面的景色还是挺美的，挺治愈的。虽然爬上来这段路真的很艰辛，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景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啥感想？啥感想？就是我不想跑，他推着我跑，我没办法，不得不跑。现在我们已经下山1个小时了，我感觉应该有下1半左右吧。下山虽然说走起来比上山要轻快一些吧，但是也是蛮费脚的，没有那么好走。啊，朋友们，我终于回到我来的时候的这个地点了，我真的好累啊！3点47，我们下山真的整整2个小时，从上山到下山7个多小时吧，筋疲力尽，然后又热又晒，现在不想说话。我现在终于稍微缓过来一点。怎么说呢？就总结一下整一个过程吧。如果你是普通人，
平常也不怎么锻炼，对罗伊峰也没有那么执着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不一定要上去的，因为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累，非常的艰苦。但是如果你一旦上去的话，那些美景啊，我想它一定会治愈你。反正我是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吧。你上去看到那些美景，拍到想拍的照片之后，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值得的？反正就是看大家怎么样取舍吧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开车去皇后镇，今天的行程也是有一点特种兵吧，不过还好这边离皇后镇还是蛮近的，开车1个多小时吧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皇后镇的中心了，找了一家餐厅来吃今天的晚餐，点了一个前菜是新西兰的生蚝，来试一下。好吃，但是也吃不出来这个所谓的新西兰的生蚝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点了2个主菜，一个是烤猪肋排，还有一个是 today's fish。这个猪肋排真的蛮大一份，不错哎，真的还蛮烂的，味道也挺好吃，配的是那种烤肉的 sauce。好吃。这鱼我觉得一般，跟番茄酱一起煎的，没有什么亮点。一些 tips 在上面的观景点拍照，如果说你想拍到那种所谓的人生照片的话，建议还是带长焦。手机的话，像苹果5倍的镜头好像稍微差一点意思。拍摄地点的话，拍摄的那个人不要走到那条小路上去，在上面的位置拍就可以了。然后因为那条路上会一直有拍照的人嘛，所以必须要等没有人的时候去拍，要有一些耐心。爬山的一整个过程中我都没有上厕所，它那个厕所的话是只有山底下和山顶可能有吧。然后 Z 先生他去了山顶的那个厕所嘛，他就说反正有一点接近旱厕的那种感觉吧，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冲的那种的。还有关于穿着方面啊，给大家一些建议吧。我今天最里面还是一个吸汗的内里，外面是加了一个短袖的 T 恤。如果很热的话，可以把外面的脱掉。这个 T 恤外面穿了一件毛衣。到了山顶上啊，风还是挺大的，所以我觉得准备一个可以保暖的衣服还是有必要的。最外面就是套了 Z 先生他的一个防风外套。像 Z 先生爬完那个 Royce Peak 之后呢，他们整个人就晒伤了，整张脸都晒得通红，包括脖子啊，还有手，他没有涂防晒。然后像我的话，其实也稍微有一点晒伤，鼻头这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，鼻子的前面稍微有一点红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防晒。